Hello，澎湃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紫砂，非常开心在这儿和你们见面。他是封神里仙风道骨的杨戬，是镖人里狂妄偏执的何一璇。从艺至今，演员紫砂不断突破荧幕形象。近日，伴随其主演的剧集《良辰美景》圆满收官，紫砂做客澎湃新闻，畅谈角色塑造与拍戏心得。品茶吧，之前的话喝过茶，但是也是就玩着喝，或者是真的就是尝一尝那种。这次我是正儿八经的那种感觉，然后思考事情，或者是定一个主意，那个感觉我是真的有在感受过。但是我觉得三爷与其说是有没有 get 的哪一项技能，与其这么说，我觉得还不如说，特别是我演完郭靖和陈彦云以后，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最后真的成功的人，都是脱了好几层皮的，真的很不容易。你从他的整个出生到最后做成了首辅，郭靖也是从一个墓区的孩子，然后最后成为一代大侠，其实在这中间都是脱了好几层皮的。所以平时你遇到一些小小的事情，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被误会的事情，其实都比较少。就是之前的话，你没有去演这些人物的时候，你想的比较窄，但是演完这些的时候，其实你的心会开阔很多，然后也会清楚很多对你未来的人生的这种方向。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作为演员的荣幸吧，就是角色其实也在某一些层面上帮助了你成长。当然。三爷身上我一点没用野骑的方式，因为他是一个权臣，是一个特别儒雅的，所以他起码都是比较摆正、端正。包括那个骑射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也是特别端正的。真正的用了野骑，其实只有郭靖是用了野骑的方式，而且是前期。小心点啊！肯定也有一点暧昧的这种氛围因为这个时候三爷对他已经表达过不止一次的爱意嘛，就是喜欢他，但是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所以也在期待着这个回眸要怎么样。其实剧本里面没有写，但是这么去表达之后、诠释之后，给了导演提议，导演觉得挺好的，就这么拍了。当时虽然很热，但是那场戏在室外拍的，然后风景也很好，当时还是挺开心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成为那个人之后，你的眼神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谓的相由心生嘛，这个人物他是比较沉稳的，或者是他是有些不露声色的，还是说这个人物是特别狂放的、特别狂妄的，这眼神是没有什么这种隐藏的，就是看得很清楚。比如说何以璇，比如说陆家学，那跟三爷比，那他们完全不是一类人。所以就是进入那个角色，成为那个角色之后，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从眼睛里面就看得出来了。首先谢谢大家这么说。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不给自己设限，我不拒绝一切的可能，还是多去尝试，因为每一段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去所饰演一个人的时候，哇，他的经历是这样子的，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哇，还可以是这样子的，其实能给你很多很多的思考。我觉得自己几集我能活3秒吧。肯定的，肯定是有压迫感的，很有压力，但是我也很开心。其实真的说实话，我会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动力。在现场我一直都在观察他们，一直都在向他们
偷学，很荣幸了，跟这些前辈们、老师们合作，其实我学习到了很多。我上一步学习到了，我就能马上就能用到下一步，不是说具体到哪一个什么动作，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对戏上的那种态度和对戏上的那种解读，真的是受益匪浅的，是一步一步在感受。在现场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的敬业，然后特别热爱这个事业。你想想他们代表作、代表角色很多了，但是就算是那么多了，就算是不是特别主要的角色，但是在现场对每一场戏、对每一个细节都是丝丝入扣的，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我希望我也自己能够到了这种岁数，到了这种级别的时候，我也希望能保持这种热爱的态度。我看了2遍，真的特别特别感动，有好多的点都特别戳我，真的。我觉得总结为真善美3个词吧，我觉得不管到了任何时代、任何时候，这3个词都不会过时。只要是真善美，我觉得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东西吧。阿妈跟你讲，做人强调的有情义，咱唔做这误会咱来工作。有情有义这个词，我肯定是很有共鸣的。我能走到现在，就是靠这个走过来的吧。如果了解我的朋友们，也应该也都知道，是我其实步入这一行起点特别低，我是20来岁才真正的接触到这一行的。这一路上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老师、前辈，愿意帮助我，愿意扶持我。当然了，在北漂那段时间也是靠有情有义活下来的，不管是自己的兄弟们也好，还是在北京的我这些哥哥姐姐们也好，对，觉得这个有情有义还是很重要的。热爱、喜欢。说实话，有些时候也会心情不好，或者是比较沮丧的时候。其实我身边的人在拍戏的时候也是，他们都知道，其实有些时候我失落的时候，每次去看这个回放，如果那场表演特别好，然后大家配合的也很好，导演很满意，其实我觉得一切都值了。我自己其实之前都没发现，后来他们拍了一些侧拍的一些视频，看到那个好的表演的时候，我脸上露出那个笑容，其实我都没想象过。到目前为止，我对演戏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纯粹的，真的是喜欢的。我觉得热爱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我希望我能保持下去吧。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备受追捧，已经是那样子的人，是这些前辈们给了一些机会，然后能够参与到这样大制作的项目，是我的荣幸，是很开心很开心的。那我去了之后，我能做的就是把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对这个角色的解读，我能不能让这个角色在这个项目上有一些亮点，有一些加分，这是我追求的。之前确确实实，因为你的起点就那样嘛，起点比较低，然后起步的比较晚，那受过这些冷落。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挺感激那样子的经历的。我现在全是我的素材，我脑子里面随时能够提取出来用。包括当时，在捕风里面演三胞胎的时候，这三胞胎是一个三样的人物，我怎么去提取？除了我的一些经历之外，除了看一些影像的资料之外，就是提取我的一些经历，有一些那些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时刻保持着对演戏这件事情的热爱，我就觉得他就不会太偏，能够保持清醒。说实话，没有刻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我刚刚步入这一行开始，到去年的8月份，大大小小的角色在这中间几乎没有停过，还是演戏为主。那到了去年8月份以后，我把自己稍微的缓下来一点，因为正好有一些国外的电影节，正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风景，然后自己也稍微的有那么一些累，然后让自己放松了一下。之前的话也没有刻意去不参加综艺，现在也是
还是得看合不合适。我不排斥和不拒绝一切的可能，但主要还是以演戏为主。看合不合适，之后也看缘分。怒火蔓延、征战、欢聚都配完音了，也在等官宣的节奏。还是很期待用下一个角色和大家见面。